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洞见卓越。米饭是我国传统的主食之一，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。相较于麸皮较多的全谷物，精制米饭的营养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。适量食用米饭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，反而可以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能量和营养。米饭作为主食，既能满足人体对热量的需求，又能提供充足的营养素。诸多研究表明，合理食用米饭有助于预防营养缺乏、贫血、便秘等问题。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群而言，米饭更是必不可少的能量来源。适当食用米饭，有利于维持人体各项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转。并非所有米饭都具有相同的营养价值，选择优质稻米品种可以进一步提高米饭的营养密度。目前市面上存在诸多特色稻米品种，如长粒香米、糯米、紫米等，它们富含维生素、膳食纤维等有益成分。对于追求健康的消费者而言，选购这些优质稻米品种作为主食，无疑是更明智的选择。饮食健康不仅取决于主食的选择，合理的膳食搭配同样重要。在米饭的基础上搭配蔬菜、水果、蛋白质食材等营养素，不仅能让膳食更加丰富，也有助于维持人体各项生理指标的平衡。相比单一食用米饭，采取多样化的饮食结构，无疑更有益于身体健康。人们常将米饭等主食等同于高升糖指数的元凶，但这种简单等同是不恰当的。米饭的升糖指数确实较高，但它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并非纯糖分，上含有蛋白质、维生素等其他营养素。适当食用米饭并不会引发血糖快速上升，相反还能为身体提供稳定的能量供给。我们应该以更加全面、开放的视角看待饮食健康问题，不应过于简单化。除了关注单一食材的营养成分，还应该分析不同食物组合的整体营养价值，同时还要考虑个人的生理特点、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。只有通过综合性的评判，才能真正实现健康饮食的目标。真正的升糖大户现身。一、白糖、蜂蜜等甜味食品。我们都知道，过多食用白糖和蜂蜜等甜味食品会导致血糖急剧上升，这类食物被称为升糖大户。白糖是纯的蔗糖或者甜菜糖，含有大量的葡萄糖和果糖，直接进入血液会迅速引发胰岛素分泌，造成血糖快速上升。蜂蜜虽然来自天然花蜜，但其成分与白糖类似，同样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。研究发现，每天食用1茶匙白糖或蜂蜜，血糖值就会上升 0.5 到1毫摩尔每升。对于糖尿病人或者血糖波动大的人群来说，这种升糖幅度是不容忽视的。二、精制面粉制品，如白面包。除了白糖和蜂蜜，精制面粉制品也是常见的升糖大户。精制的白面粉去掉了麸皮和谷皮，营养成分大大降低，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大大加快。白面包、白饼干、白松饼等精制面粉制品，血糖指数都属于高升糖指数食物。相比之下，全麦面粉制品升糖速度就会慢很多，因为谷物完整的纤维素、淀粉等成分能够延缓糖分的吸收。三、薯类等高淀粉含量食物。除了甜味食品和精制面粉制品，一些高淀粉含量的食物，如马铃薯、地瓜、糯米等，血糖指数也较高。这些淀粉类食物经过消化吸收，也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进入血液。对于血糖波动大的人群来说，建议适当限制这些成分含量丰富的食物摄入。四、果汁及含糖饮料。水果虽然营养丰富，但果汁及含糖饮料同样属于升糖大户。因为水果原汁中含有大量的果糖和葡萄糖，经过加工后，这些简单糖分更容易被吸收。相比之下，进食整个水果，纤维素的存在能够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。而碳酸饮料、奶昔、果汁饮料等含糖饮料，除
除了简单糖分外，还含有大量的防腐剂、色素等添加剂，对身体也有不良影响。5. 部分零食小吃也需警惕，除了上述主食、饮料类食品，一些零食小吃如糖果、巧克力、薯片等，也往往含有大量的白砂糖、淀粉及脂肪。这些食物加工过程中会破坏营养成分，血糖指数相对较高，建议适当限制食用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看起来无害的食物，实际上都属于升糖大户范畴，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或血糖波动大的人群来说，需要特别警惕这些高升糖指数的食物，适当限制摄入，选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，才能更好地控制血糖。医生警告，许多人不听劝告。医生一直在反复强调，许多人的饮食结构存在严重问题，但他们往往视而不见，外加一些顽固的固有观念，导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。很多人在日常饮食中缺乏对营养结构的基本认知，他们更倾向于口味偏重的食物，而忽视了均衡饮食的重要性。许多人对甜味食品情有独钟，每天都要食用大量的糖果、蛋糕、冰淇淋等甜食，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血糖失衡。很多人对血糖波动的机理并不了解，因此难以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。一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便是如此，她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吃的少就不会发胖，结果反而大量摄入高糖高脂肪的食物，导致血糖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又迅速下降，给身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。在医生的指导下，她才意识到血糖的重要性，开始合理安排饮食结构，增加优质蛋白质、复杂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总的来说，许多人在日常饮食中存在诸多问题，不仅忽视了营养结构的平衡，而且过度偏好甜味食品，缺乏对血糖波动的基本认知，这些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。医生一直在耐心地进行健康指导，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。日常生活中的高升糖食物。1. 白糖、蜂蜜、糖水果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食用白糖、蜂蜜以及含有天然糖分较高的水果。这些食物虽然都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，但它们都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，对血糖的影响较大。白糖和蜂蜜属于简单碳水化合物，血液中可以迅速被吸收，导致血糖急速上升。而水果虽然含有天然果糖，但也会造成血糖波动。建议大家适度食用，尽量选择升糖指数较低的水果，如苹果、柠檬、橙子等。2. 白面包、薯条、薯片、面包。薯条、薯片等淀粉类食物也属于高升糖指数食物，它们在消化过程中会被快速分解为葡萄糖，导致血糖迅速上升。建议大家少食用白面包，可以选择全麦面包或杂粮面包，降低升糖影响。薯条和薯片虽然味道不错，但建议适度食用，可以选择煮熟的土豆块代替。3. 汉堡、披萨、冰激凌。类似汉堡、披萨、冰激凌这样的快餐食品也属于高升糖指数食物，它们通常含有大量的糖分和脂肪，血糖波动较大。建议大家少食用这类食品，如果偶尔食用，也要控制好分量。可以选择自制低糖版本，或者寻找一些更加健康的替代品。4. 果汁、碳酸饮料、奶茶。很多人认为果汁、碳酸饮料、奶茶等饮料都是健康的选择，但事实上它们同样存在升糖风险。果汁虽然含有维生素，但也含有大量的糖分。碳酸饮料和奶茶则通常添加了白砂糖，这些饮料都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，建议大家少喝这些饮料，多喝水。糖果、巧克力、饼干。糖果、巧克力、饼干等甜点也属于高升糖指数食物，它们通常含有大量的白糖和其他添加剂，不仅会引起血糖急剧波动，
还可能导致肥胖等问题。建议大家少食用这些甜点，如果想吃甜点的话，可以选择一些天然无添加的水果或坚果类零食。6. 及时识别升糖高风险食物。总之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时刻注意各种高升糖指数的食物，如白糖、白面包、薯条、汉堡、果汁等。这些食物虽然味道不错，但对于控制血糖的人来说，都属于高风险食物。我们要学会识别这些食物，并尽量减少食用频率，选择一些升糖指数较低的替代品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更好地控制血糖，维护身体健康。合理控制饮食对健康的重要性，血糖波动过大易导致疾病，适当控制饮食对维护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过量摄入糖类和精致食品会导致血糖大幅波动，从而增加罹患糖尿病、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风险。有研究显示，长期血糖控制不善的人群，其患糖尿病、心梗、中风的几率明显高于血糖稳定的人群。因此，合理控制日常饮食，尤其是限制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，有助于维持血糖在正常范围内，预防代谢性疾病的发生。适当摄入有助维持健康状态，适当摄入各类营养素是保持机体平衡、维护健康的关键。均衡的膳食结构不仅能为身体提供足够的热量和营养，还能调节体内各项生理指标，使之维持在正常水平。有研究发现，长期食用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的食物，能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、肿瘤等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风险。因此，通过合理搭配各类食物，既能满足机体对营养素的需求，又可预防多种慢性病的发生，对于维持整体健康状态非常关键。平衡膳食可以预防中风，饮食结构的合理性不仅影响血糖、血脂等代谢指标，也与中风等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密切相关。有研究发现，长期大量摄入高脂肪、高盐、高糖的食物，会增加血管硬化、血栓形成的几率，从而提高中风的发病风险。相比之下，摄入较多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的食物有助于改善血管功能，降低血压，从而有效预防中风的发生。因此，通过平衡的膳食结构，既能满足机体对营养素的需求，又可降低中风等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。饮食结构影响代谢功能。饮食结构的合理性不仅影响机体的营养供给，也与各项代谢功能密切相关。有研究表明，长期大量摄入高脂肪、高糖的食物，会导致机体脂肪代谢紊乱，引发胰岛素抵抗，进而增加患糖尿病、非酒精性脂肪肝等疾病的风险。相反，如果摄入较多富含膳食纤维、优质蛋白质的食物，有助于改善机体的糖脂代谢，增强免疫功能，从而降低多种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。因此，通过合理的饮食结构，不仅能满足机体对营养素的需求，还可以优化代谢功能，维护整体健康。调理饮食是预防关键。综上所述，合理控制饮食结构，既能满足机体对营养素的需求，又可以预防多种慢性病的发生，对于维护个人健康至关重要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做到膳食营养均衡，合理控制热量和营养素的摄入，从而有效预防各类代谢性疾病，维护身心健康。如何预防和管理血糖升高？ 1. 选择优质碳水化合物。合理选择和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是预防和管理血糖升高的关键。一般来说，优质碳水化合物包括全谷物、杂粮、水果、蔬菜等。这些食物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不仅能缓慢释放葡萄糖，还有利于胰岛素的敏感性，从而有效控制血糖。相比之下，白米饭、白面包、糕点等高碳水精致食品，由于缺乏足够的纤维和营养，易导致血糖快速上升。
因此，我们应该尽量少食用这些高升糖指数的食物，多选择富含优质碳水化合物的健康食品。2. 控制进食糖分含量。除了选择合适的碳水化合物来源，控制直接摄入的糖分也十分重要。一些甜味饮料、糖果、蛋糕等含糖丰富的食品会迅速导致血糖急剧升高，因此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减少这类高糖食品的摄入量，同时也要注意隐藏在一些加工食品中的糖分，如酱料、调味品等，仔细查看营养成分表，尽量选择低糖的产品。此外，还要养成细嚼慢咽的好习惯，让胃肠道有充足的时间消化吸收营养，避免血糖快速飙升。3. 适量进食优质蛋白质。蛋白质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，不仅能维持肌肉组织，还能调节胰岛素分泌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血糖。因此，我们在饮食中应适当摄入优质蛋白质，如瘦肉、禽蛋、海鲜、豆制品等。这些食物富含优质蛋白，能够缓慢释放葡萄糖，有利于平稳控制血糖。但同时也要注意控制蛋白质的摄入量，因为过多的蛋白质代谢产物也会对肾脏造成一定负担。4. 增加进食高纤维食物。膳食纤维是预防和控制血糖升高的又一关键因素。高纤维食物如全谷物、蔬菜、水果等，不仅能增加饱腹感，延缓胃肠道消化吸收过程，而且纤维本身也能吸附部分糖分，阻碍其在肠道中的吸收。这样既能缓慢地释放葡萄糖，又能有效控制血糖波动。相反，精致食品由于去除了膳食纤维，反而加速了碳水化合物的吸收，导致血糖快速上升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多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天然食材，减少精致食品的摄入。5. 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。适当的运动不仅能增强胰岛素敏感性，促进葡萄糖代谢，还能有效预防和控制血糖升高。一些有氧运动如散步、慢跑、游泳等，能让肌肉大量吸收葡萄糖，降低血糖水平。此外，力量训练如举重等，也能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，从而改善血糖调节。因此，糖尿病患者或有高血糖风险的人群，都应该养成定期锻炼的良好习惯。但要注意，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，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和时长，避免运动后出现低血糖等问题。6. 定期监测血糖指标。除了日常饮食和运动习惯的调理，定期检测血糖指标也是预防和控制血糖升高的重要措施。我们可以购买家用血糖仪，按时测量空腹血糖、餐后血糖等指标，及时发现异常情况。同时也要定期进行糖化血红蛋白检查，了解长期血糖控制情况。只有对自身的血糖动态有持续的监测和了解，才能更好地调整饮食、运动等生活方式，有效预防和控制血糖升高。预防和管理血糖升高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，既要注重饮食结构的优化，控制摄取碳水化合物和糖分的数量，适当补充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，也要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，提高胰岛素敏感性。同时还要定期检测血糖指标，根据实际情况持续调整生活方式。只有通过综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，远离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威胁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。我们下个视频见了。